你们听说过直播撞鬼吗？普通人很难想象，为了赚钱，网红的底线能有多低？图点流量，差点把命搭上的也不是没有。比如我是做恐怖直播的，之前就是在直播间讲鬼故事，因为声音条件好，故事也还行，所以也有过被平台力捧的阶段。但这几年不行了，各行各业内卷越来越厉害，新人层出不穷，奇葩大胆擦边球，一个比一个拼。愿意大半夜听一个不露脸的人讲鬼故事的观众变得寥寥无几，可屋漏偏逢连夜雨。最穷的时候，我爸进了医院，全部存款都加起来，手术费还差一大截。水滴筹收效甚微，杯水车薪。就在我急得焦头烂额，甚至开始琢磨卖肾的时候，平台运营喜哥找上了门，带着一份合同。新项目凶宅直播，你干不干？因为找不到合适的人，所以合同待遇优厚，保底价开到每月2万，还同意预付。而10万块的预付款，恰巧能解我的燃眉之急。至于凶宅这种东西，心里有鬼才会怕。我穷的连命都不要了，还会怕这个？想都没想就签了合同，拿着预付款去了医院。直播的日子定在周5，也就是2天后。好在我爸手术顺利，叫我悬着的心放平了一些。做完手术，我出院算了，安生住着，你儿子有钱。我坐在病床边削苹果，跟我爸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。手机忽然震动，怕打扰病房里其他人休息，我拿起手机到楼道接。喂，是我，飞子。我知道，怎么了？飞子，大名程飞，跟我同平台的主播，在游戏区。他技术好，骚话多，直播热度居高不下，粉丝数蹭蹭往上涨。但火了之后，却没嫌弃我这个小扑街，还跟以前一样，隔3差5喊我出去喝酒。我听人说那个凶宅直播的活是你去，真的假的？我一愣，你怎么知道？合同上有保密条款，说要在开播前保留悬念，不让我透露出去。飞子怎么知道？真他妈是你！电话那头的人语气急切，你赶紧把这事推了。为什么？我皱眉，不明白他什么意思。合同都签了，怎么推？那就违约，总之千万别去，会出事的。这话太幼稚，我都气笑了。你知道违约金多少吗？而且能出什么事？那要真有鬼呢？他忽然抬高音量，搞得我一头雾水。我以为他们会找新人，没想到是你。我皱眉，不是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电话那头的人叹了口气，在你前面搞凶宅直播的人疯了。我愣了，追问怎么回事？直播中途被吓疯了。可我没听说呀，这么大的事，总归会有报道，不可能一点水花都没有。程飞压低声音，平台一直在压，直播回放也删了，责任推得一干二净，说是节目效果，故意表演。但我听说人早就送进了精神病院。本以为闹出这种事，项目早就下车了，没想到他们胆子这么大，还敢换人继续播。总之，你千万不能去，太危险了。程飞还在劝我，我攥紧手机，没说话。相较于直播难度，那份合同的报酬确实是丰厚的过分。我一开始也想过是不是有坑，但那笔预付款的确解了我的燃眉之急。从病房的窗户看进去，我爸正靠在床头削苹果，削好之后一口没吃，全放进盘子里给我留着。半天我才回神，佯装轻松地跟程飞说笑：“嗨，闹鬼什么的都是自己吓自己，兄弟，我没跟你开玩笑。你听我。”没等他说完，我就出声打断：“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敲门。”行了，我爸叫我先进去看看，咱们回头聊。说完挂了电话。程飞不死心，立刻又拨了回来。我咬牙把屏幕按灭，没再理会。程飞是好心，但违约金是天价，我赔不起。直播那天是周5，工作日的最后一天，流量最高，流程早就敲定了。9点半开播，自我介绍加上凶宅传说讲解预热。10点正式进门，到处转一转，然后开始讲鬼故事，途中安排工作人员装鬼，做出点节目效果。我举着支架下了车，还是第一次看到凶宅的本来面目。是栋小别墅，3层，
风格偏欧式，只是门前杂草丛生，加上夜里照明不够，看起来有些破败。喜哥帮我把车门关上，叫我熟悉一下环境。喜哥大名陈喜，平台运营，专门负责这个项目。我点进直播间，调试摄像头，这才发现明明还没开播，房间竟然已经有了上万的热度，弹幕持续滚动，看得我眼花缭乱。主播呢？我是不是来早了？开了吗？急什么？不说9点半，还差几分钟。凉了那么久，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互动，还有点不适应。我扭头看喜哥，怎么这么多人？喜哥捏了支烟出来，平台看好你，把直播间给你挂首页了，所以你得好好播，别让大家失望。我没说话，想起妃子口中那个下风的主播，有些犹豫该不该问，但在回神时，发现喜哥已经走远了，指挥工作人员进屋布置现场。按照剧本，直播途中会忽然黑灯，凌晨传出女人的哭声，水龙头流血水，信号被强硬切断，而我则需要根据这些情况做出相应被吓的反应。说白了就是演戏，演得越真，观众越信，直播间热度越高。然后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假的也成了真的。我忽然觉得乏味，网上的东西能有多少是事实？观众看到的都是人家想让你看的。比如现在直播宣传的是作死主播半夜孤身一人闯入凶宅过夜，但实际上却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营销。凶宅每个角落都藏着工作人员，是个庞大的剧组。那个年轻主播估计是心理承受能力太差，自己吓自己罢了。我举着支架等在边上，看着工作人员跑进跑出搬东西，忙得脚不沾地。原本还有点恐惧，到现在早消失得一干二净了。9点半一到，喜哥打了个手势，现场瞬间安静下来。我最后顺了一遍台词，按下开播键。Hello， 各位观众老爷们好，我是今天带大家探秘凶宅的主播，不作就不会死的小庄。在我身后的就是我们今天要过夜的凶宅。这栋别墅啊，是我在一个神秘贴吧发现的。据吧有透露，别墅里死了10多个人，每一任户主都会遭遇意外事故。久而久之，房子也就卖不出去，成了凶宅。很多来这探险的人都说撞了鬼，但我偏不信这个邪。今天就带大家揭秘一下鬼屋的秘密。走，咱们看看它到底有没有那么吓人。按照剧本，我来鬼屋探险是没有钥匙的，所以只能跳窗。左手举着摄像头，右手掏出手电筒，在黑暗里一一介绍房间里的布局。这应该是客厅，装修还是很不错的。手电筒扫过，照到了墙上的一个相框，是个穿白裙子、梳着麻花辫的小女孩，视线空洞，画风诡异。大家看这玩意太吓人，乍一看到，我心脏都停了1秒。而且我怎么记得原本这面墙上没东西？那这画是什么时候挂上去的？我愣在原地，直到喜哥的声音在耳返里响起：“别愣着，接着介绍。”这才回神，看到弹幕疯狂滚动。主播怎么不说话了？是不是怂了？哈哈哈哈哈！胆子比我还小。主播不会打退堂鼓了吧？还没开始就结束了，哈哈哈哈！而在一连串的哈哈哈中间，我看到了这样一条弹幕：主播让我们看什么？墙上什么也没有啊！我视线一动，下意识去看屏幕上的直播画面，光源在一片昏暗中格外清晰。手电筒的光打在白色的墙面上，空无一物。我一愣，再抬头才发现那哪还有什么相框，只有一块墙皮脱落，形状怪异。而反里喜哥不停催促，我回过神来，按照流程继续介绍。朋友们，我找到灯在哪了，咱们这就把灯打开，继续探索。我伸手按亮了手边的开关，灯开了，光线强烈，刺得人睁不开眼。我这才发现，原来这栋别墅从外面看平平无奇，但内里装修却堪称豪华。宽敞空旷，灯具陈设流光溢彩，扶手铮亮的纯白楼梯一直通向2楼。弹幕也有人在刷：“卧槽，豪宅呀！这么好的房子成了凶宅，卖不出去，房主得多心疼。”主播探险开什么灯？外行了吧？你他妈管这叫鬼屋？我直接住进去。
是心理作用吗？这么大的房子有点吓人哎。时间差不多了，喜哥打了个手势，鼓风机运作，在直播间里看来，家具上蒙着的白布无风自动。我配合的惊叫一声，镜头晃动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弹幕疯狂滚动，卧槽，动了！我不玩了，真有鬼呀！卧槽，主播快跑！其中也有几条质疑的内容，但因为发言人数太多，根本没人看得清。一切顺利。喜哥时刻盯着直播间留言，在耳返里交代，现在效果不错，多跟观众互动。亮着灯是有点影响氛围，等会找个机会把大灯关了，留几个狼灯能看清路就行。后一句是跟道具组说的，与我无关。我按他要求，维持着脸上的惊恐，挑拣弹幕的问题作答。主播一个人不害怕吗？怕，怎么不怕？这不也是为了给大家揭秘吗？从哪知道这是凶宅的？是粉丝投稿的，据说贴吧里早就传开了，死了好几个人，其中一个还是从2楼跳下来的，摔得血肉模糊。而我话还没说完，屋顶的大灯就开始闪烁，几下反复后就直接熄灭了。除了手电筒的幽光，别墅里陷入一片漆黑。直播画面里，弹幕疯狂滚动，保护！弹幕保护！灯怎么灭了？主播关了？不是吧？主播一直在跟我们说话，根本没去碰开关呢。是不是停电了？这别墅真闹鬼呀！刚才去贴吧搜了一下，说附近居民经常半夜听到小孩哭声，吓得我头皮发麻。主播别怂，高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妖魔鬼怪都跑偏。我特么困得要命，大半夜被你吓精神了。屏幕上光亮闪烁，照得我脸上也明暗交替。而反李静的吓人，偌大的别墅陷在黑暗中，还真有点阴森。不过那个说听到小孩哭声的，应该是编的吧？刚才说好要留几个狼灯照路，道具组怎么全关了？但而反里喜哥没发话，我也不好说什么，只能按照流程往楼上走。观众朋友们，楼下太吓人了，我们还是上楼吧。我朝着通往2楼的楼梯走去，可手电筒的光挪过去，竟然在台阶上照出了一大片的血痕，暗红色，甚至有些发黑，就像有人死在了楼梯尽头，浑身的血都顺着楼梯流了下来，粘稠狰狞，腥臭难闻。我记得清楚，刚才灭灯之前还没有这些。是喜哥安排的吗？动作这么快，大滩的液体看不出材质，哪怕不是真的血迹，看起来也实在膈应人。我光顾着避开那些，反而没心思跟弹幕互动。好在而反里很安静，喜哥破天荒的并没催我互动。我举着手电筒，艰难爬到了2楼，哪怕心里清楚一切都是安排好的节目效果，可亲眼看到血迹尽头，并没真的倒着一具尸体的时候，我竟然松了口气。我站在楼梯口，举起手电筒，观察2楼的格局。不同于楼下的富丽堂皇，2层格局十分简约，没有会客室，没有开放构图，长长的走廊相连，两侧都是客房，至少有10几间，不像豪宅，反而像酒店或者说宿舍。而且有钱人都会在自己家里装防盗门吗？我还疑惑着，电话却响了。手机铃声忽然在空旷的别墅里响起，吓得我差点心跳骤停。我记得我手机静音了呀，怎么回事？但现在还在直播，又不能置之不理，也顾不上狂跳的心脏，把手电夹在胳膊下面，去掏手机。屏幕闪烁，手机嗡嗡震动，来电显示赫然是2个字：喜哥。他怎么在这时候给我打电话？为了节目效果吗？直播间弹幕还在滚动，看不太清内容。我摸不准喜哥的打算，咬牙按了接听键，试探着开口：喂。喜哥的声音立刻传了出来：你小子怎么回事？直播都断线了，你还往2楼跑？只说2楼信号差，让你下来。我在耳返里喊了你那么长时间，没听见吗？什么叫断线了？你是脑子坏了还是怎么了？你的设备断线了，现在直播间里画面没了，声音也没了，你让人家观众看什么？电话那头暴躁的质问，我却一句都没听进去，只死死盯着直播画面上数量为1000万的在线人数，以及依旧疯狂滚动、
乃至于根本看不清内容的弹幕，身体僵在原地，声音颤抖地说：“可我这边显示没有断线。”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一字一句强调，我说我这边没有断线，还能看到观众互动。或许注意到我语气不对，喜哥爆了句粗，倒是没再发飙。小陈，你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？到底是我们的设备断了，还是小庄的设备断了？电话那头人声嘈杂，之后就挂断了。我死死攥着手电筒，站在原地，听着耳返里断断续续的电流声。T 恤早被冷汗浸湿，冷飕飕的贴着后背。3分钟对我而言煎熬的像是一个世纪。终于，喜哥的声音才再次从耳返里传了出来：“庄哥弄错了，不是咱们的设备出事，是平台的问题，好像是观看数量太多，直播间在线人数超载，所以系统崩了。现在技术那边在抢修，应该过会就好了。但这情况对咱们没坏处，系统越崩，节目效果越强。你就待在原地别动，等会画面一恢复，就说你在2楼走廊里看到鬼影了。”我没说话。真的是平台崩了吗？那这些弹幕又是哪来的？你完了，你好像流了很多汗，有意思，真的很有意思。你害怕吗？想逃跑对吧？不行啊，你走不了了，留下吧，留在这陪我们。这真的是系统故障导致的弹幕，还是我不敢深想？咬牙挪开了视线，反正是来直播赚钱的，合同签完后悔也来不及，想再多也没必要。只要能拿到钱给我爸治病就行。得益于技术抢修的速度，5分钟之后，直播间终于恢复了正常。好了好了，好了，有画面了。怎么回事？刚才忽然就断了。鬼屋直播忽然断线，大半夜吓得我直接跑到了室友的床上。我吓得当时就是一嗓子，连狗都闹醒了。室友，刚才那兄弟你不对劲，主播别乱搞节目效果。吓死人的赔钱呢，好可怕呀！我正好卡在那一堆血迹上，吓死人了。主播还在吗？是不是要吃席了？眼看弹幕终于恢复正常，我一直紧绷着的神经终于松懈了下来。这次没等喜哥催促，立刻开始互动。按照流程，讲完鬼影之后，借口喝太多水憋不住了，走进客房找厕所。只不过这间屋子看似是随手选的，实际喜哥早就派人布置过。灯乱晃，窗外有鬼影，甚至打开水龙头，流出的也是血色的液体。过了刚才断线的小插曲，直播终于回到了正轨，接下来的一切就顺利多了。喜哥也有经验，找了几个平台大号带节奏刷礼物，加上刚才断线时机巧妙，又带了一波话题，直播间热度飙升，观看人数翻着翻的往上涨。等到结束的时候，我终于松了口气，蹲在门口稍事休息。喜哥拍拍我肩膀，递过来一根烟，语气里透着激动：“可以啊，你小子知道今天赚了多少吗？”我摇头拒绝了那根烟。喜哥也不恼，挑了下眉说：“3七分账，你3，平台7，这一晚上你就赚了20多万，20多万一晚上。”看到我脸上露出意外，他嘿嘿笑了2声。行了，回去好好歇着，下周咱继续。提成我明天打给你。我点头，谢谢哥。身后的别墅灯火通明，工作人员忙里忙外，正在撤掉做效果的设备。我想起刚进屋时看到的那个相框，还有那些弹幕，现在看来应该是自己吓自己，太紧张才会看错。自嘲的笑笑，打车回家，却没听到在我转身上车之后，背后的工作人员在窃窃私语。那楼梯上的是什么东西？也不是咱们布置的呀，别真是血吧？别多嘴，喜哥让弄干净，咱就弄干净不得了。进门时已经凌晨了，因为自己住，所以租的房子并不大，一室一厅，还带个小厨房。虽然我平时很少做饭，几乎都是点外卖，但今天实在太累了，连外卖都懒得点，只想冲个澡赶紧睡觉。摘了眼镜，裹着浴巾出来，坐在沙发上擦头发，抬头却发现墙上挂了个相框，里面的人直勾勾地盯着我。虽然视线模糊看不清，但那相框我却怎么也忘不了，分明是在别墅里看到的那个。我手忙脚乱地抓起茶几上的眼镜，
戴上之后视线清晰，但却如坠冰窟。确实是那个相框没错，可那不是幻觉吗？怎么会跟着我，还挂到了我家墙上？黑白相框正对着沙发，挂在电视上头，里面的小女孩梳着2根麻花辫，视线直勾勾地盯着我。无意识的，身上泛起细密的鸡皮疙瘩。不对劲，我明明记得刚才在别墅照片里的人没有低头，难道又是幻觉？我压制住内心的恐惧，从沙发上站了起来，朝那个相框走了过去。照片里的人没动，视线依旧盯着沙发的中央，但我背后那股阴沉的凉意却丝毫没有消散，因为那个相框并没消失，而且触感真实，被我摘了下来。相框材质柔软，不是木材，反而像是人的皮肤。我头皮一阵发麻，操，真他妈见了鬼了！这玩意是怎么凭空冒出来的？是不是喜哥为了搞节目效果跟我恶作剧？我单手拉开窗户，用力一抛，把那个相框扔了出去。啪的一声，相框砸在地上，玻璃碎裂。我迅速关上窗户，心脏跳得极快，大脑也一片混乱。手里的电视遥控器宛如一根救命稻草，直到广告的声音传出来，我的心跳才逐步放缓。但我不敢在沙发上待了，总觉得一抬头就会看到那张诡异的照片，所以我把电视音量调大之后，就开着客厅的灯回了床上。因为太吵，这一晚睡得并不踏实。我是被电话铃声吵醒的，早上8点半就接到了程飞的电话。喂，电话那头的人语速极快，刚一接通就劈头盖脸地说：“那个直播你千万别去，违约金我帮你付。”我还没睡醒，迷迷糊糊从床上爬起来，怎么回事？一大早的。他见我没听明白，沉默之后放缓了语速：“刚醒，你在家？”“对呀，兄弟，这他妈才几点？”我把窗帘掀开一角，确定是早上。我就跟你说，那个直播你千万不能去，不然肯定会出事。他抬高音量，我也清醒了不少，同时想到昨晚莫名出现的那个相框，苦笑，恐怕已经来不及了。索性问他，要是去了呢？那个人死了。程飞语气沉重，那个疯了的小主播死在精神病院里了，自己掐自己脖子，5、6个医生护士在旁边拦，但谁也掰不动他的手，直到把自己勒断气才停。他们都说什么？说他是惹到不干净的东西，被上了身。哥，你听我一句劝，这是不对劲，你别掺和了，有什么能比命重要？自己掐自己，怎么挣扎也逃不脱，光想也知道那画面有多诡异。再想起昨晚那个相框，人皮一样的触感，我身上汗毛直竖，声音沙哑地问：“什么时候的事？”周一晚上，警方已经介入了，医院怕闹出不好的影响，不许往外传。我也是刚刚才知道。我紧紧攥着手机，直到手心隐隐作痛。那个人死在周一晚上，而喜哥拿着合同找上我的时候，刚好是周二。这2个时间点是巧合吗？我烦躁地揉了揉太阳穴，余光一闪，总觉得墙上好像有什么东西。抬头细看，才发现正对着床的卧室墙上多了一个相框。那相框格外眼熟，只是玻璃上裂纹遍布。照片里的女孩像极了被人在脸上划出了无数条刀伤，阴沉地笑着。我起了满身的鸡皮疙瘩。怎么可能？那相框我不是扔了吗？哥，你怎么不说话了？程飞半天没等到回应，在电话那头叫了好几声。我吞了几下口水，才艰难找回自己的声音。没事，现在的状况太诡异，我不能把他也拖进来。飞子，你说的那个精神病院在哪？直到坐上出租车，身上那股诡异的阴冷都没散。我在群里问过了，除我之外，其他人都没遇到特殊状况。可为什么会这样？哪怕那间屋子不干净，但昨天直播的时候，现场有那么多工作人员，怎么就独独跟上了我？手机界面还停在跟程飞的聊天记录上。他发了医院定位，后面跟了一句话：“你自己去确认一下也好。”哥，我真没骗你。我不知道怎么回，闭着眼睛倚在车靠背上，因为没睡好，所以眼睛刺痛，脑袋也昏昏沉沉的，得补一会觉。但就在我昏昏欲睡时，猛然间
身下的车却忽然加速，还跟了一个急转弯。我还没回神，脑袋就控制不住地朝着车窗撞了过去。警笛声响起，还越来越近。操，这司机不要命了！我睁眼，刚想质问，就发现前排男人的身上萦绕着一团若有若无的黑气。后视镜里有一张惨白的脸晃动，是照片里那个女孩。她梳着马尾辫，就坐在我旁边，脸上布满裂纹。她张开嘴，无声地说了2个字，而下一秒，砰的一声，车身震动冒烟，之后直直朝着路边的防护带撞了过去。天旋地转，惊叫声、警笛声、碰撞声，眼前人影摇晃，直到被人从车座后排拖出来，头依旧是晕的。没事吧，先生？你现在觉得怎么样？有人在我耳边急促地呼叫。我睁开眼，朝头上隐隐作痛的地方摸去，触到了一手湿黏。然后救护车赶到，把我送到医院包扎。小护士一边清理伤口，一边咂舌。那个司机酒驾，当时意识都不清醒了，幸亏不是高峰期，路上车少，不然还没等到他车爆缸，就得造成连环车祸。我木木地听着，却满脑子都是出事前从后视镜里看到的那一幕。那个口型并不难认，他说的是偿命，而且我记得很清楚，上车的时候司机还很正常，车里没有一点酒气，而且如果真像护士说的严重酒驾，那他怎么可能畅通一路，直到接我上车才发作？这不是普通车祸。我想起了那个死在精神病院里的小主播，他的现在就是我的未来，再这样下去，我恐怕也会在某一天死于非命。心情纷乱复杂，可我不想死。我爸刚做完手术，还在恢复期，我活了小半辈子，连女朋友都还没谈过，凭什么就这么结束？不行，不能就这么认了。我没害过人，就算偿命他也不该找上我。这一切都是因为那场直播，我得去找晨曦，把事情弄清楚。等包扎一结束，我就忍着头上的疼痛，咬牙站了起来。小护士担心，柔声劝说：“先生，您最好再观察一下，看有没有什么不适。”不用，我摆了摆手，跟命比起来，这点小伤算什么？车里有录像，事故过失方是谁一目了然。因为我也算受害者，所以做完笔录提出想走的时候，警察没拦。出了病房拿手机，龇牙咧嘴的查晨曦住处的导航路线，4公里，打车很快。但因为被那辆出租车吓怕了，所以我思前想后，还是打算走过去，在太阳底下晒着，安全感还足一些。毕竟别人都说那些东西怕见光，但哪知刚出医院大门就被叫住了。小伙子，算命吗？说话的人声音很年轻，戴着墨镜口罩，盘腿坐在树底下。那人穿着一件灰色的破旧袍子，头发却是棕色的，还烫了卷。身边立着一块算命牌，像个不伦不类的江湖骗子。我拧了下眉心，懒得理会。他却不放弃，又说：“帅哥，你最近有血光之灾呀？”废话，我头上裹着绷带从医院里出来，长眼了都看得到。学人算命招摇撞骗，怎么也敬业点找个老头。我嗤笑一声，你骗人也选个靠谱点的说法。但刚一转身，却听到身后的男人又出声了，音量不大，但却格外清晰。那小丫头可背了不少杀孽。我动作一僵，当即就定在了原地，回过头，面色难看地盯着他。你能看到？他不应声，而是又重复了一遍：“帅哥，算命吗？”这人故意的。我想发火，可他一句话就道出了那个女孩的存在，显然是知道些什么，所以也只能压下心里的不满，配合他演戏。我算多少钱一卦？他抬手伸出3根手指，3万。贵是贵了点，但昨天的打赏很快就到账了。咬咬牙，也不是掏不出。他摇摇头，30，10块算卦，20解煞，现在买1送1，还能顺便帮您看桃花。他语气轻佻，但我却丝毫放松不下来，冷着脸掏出100块递过去。不用找了，你就告诉我，那个他为什么跟着我，怎么才能离开？别急啊，出生年月生辰八字说一下。报上年月之后，我却卡住了。这都什么年代了，
谁还知道自己生辰八字？他见我顿住，啧了一声，不记得也没事。说完，递过来一个用红纸折成的小包，这符纸你拿回去，7天之内别离身就行，就这么简单。我狐疑地问：“不然呢？”那你问我生辰八字，好奇。他随意地摆了摆手：“得了，快走吧，别挡着我晒太阳。”可我攥着那个小小的纸包，怎么也放不下心。这人吊儿郎当，但偏偏又一语道出了那个女孩的存在。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想法，我还是问了一句：“那个相框怎么办？”他抬头看我：“什么相框？”这人果然什么都不知道。我心情烦躁，但是已至此，还是把昨晚发生的事原本跟他讲了一遍。他一言不发地听着，半天才出声：“也就是说，你不是运势低迷，在医院里惹上了麻烦，而是没事找事自己去凶宅搞什么直播导致的。”对方语气骤变，原本平和的语气里忽然带上了批判。我愣了一瞬，不懂他的气氛从何而来。他见状摇了摇头：“你走吧，把护身符还回来，这事我管不了。”我拧起眉心，钱都给了，又说管不了，故弄玄虚，还说不是骗子。我死死盯着他，却没想到这人脸皮比我想象中厚多了，眼里没有一丝羞愧，还在狡辩：“万事皆有因果，恩怨分明，定数早有。你乱借名气，扰乱因果，本来就是大罪，现在后悔了有什么用？名气？”抓住他话里的漏洞，我冷笑一声：“胡说八道！我根本没结过什么名气，不是主动结气。”他略挑了下眉，似乎在观察我有没有说谎。结气的方式有很多，有时候一个签名、一个手印，甚至一句誓言都有可能作为凭证。签名嘛，那人还在说话，但我思维发散，却想到了一件事：我最近只签过一份合同，就在上周二。上周我因为我爸的病情急得焦头烂额，还在到处找人借钱，几天都没洗脸，更顾不上收拾自己。所以在陈喜打电话过来的时候，我最先想到的就是网上签约，但他坚持要来找我，看着我当面签了字才走。现在想想，确实有些奇怪，难道那份合同真被他动了手脚？我想到那个相框，以及差点送命的车祸，心里的天平在信与不信之间反复动摇。怎么想起来了？地上的男人冷不丁出声。我心情复杂地看了他一眼，把那张护身符揣进兜里，然后直接扫了路边一辆共享单车，朝陈喜家骑去。不管是真是假，这些事都跟陈喜脱不了干系。因为别着火，一口气骑了3公里路，竟然都不觉得累。我把车停在陈喜家门口，一边调整呼吸，一边伸手按了门铃。陈喜做运营，手底没几个大主播，但待遇却高得离谱。平台流量不行，其他运营纷纷抱怨，他却生活滋润，又换了新房，还是栋2层小别墅。房子不错，但因为疏于打理，院子里杂草丛生，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。门铃按了半天都没人应，难道是早料到我会来质问，提前躲出去了？可他怎么知道我什么时候会来？心里有疑惑，我伸手去推门，但没想到只是轻轻一推，门竟然就开了。人不在家，却没锁门，还是有陷阱。我警惕地往里迈了几步，环视周围。深木色仿古风的家具装饰，装逼有余，但因为摆放的太拥挤，格调全无。绕过客厅中央那几个巨大的花瓶，仔细查找，才确定1楼空荡荡的，确实没人。那陈喜在哪？难道真的出门了？这么想着，我顺着楼梯开始往楼上看。果然一靠近楼梯，就听到楼上有细微的移动声，但我人还没踏上去，就感觉周围的温度降低了不少。窗外阳光明媚，但屋里却像照不进光一样，莫名阴冷。我明明穿了外套，但往楼上走的时候，还是冷得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不对劲，这里很不对劲。我忍住想转身逃走的冲动，寻找刚刚的声源。在2楼绕了一圈，才发现声源是从浴室里传出来的，但是门关着，而且底下的门缝里渗出了刺眼的红色，一股凝重的血腥味扑鼻而来。完了，陈喜这孙子不会也出事了吧？走近，
那种密密麻麻的窸窣声也越来越大，变成了一阵诡异的哼唱声。浴室里有人在唱歌，粗糙的男声被刻意压低，显得格外怪异，像极了用刀片划玻璃，光听就能让人汗毛倒竖。我停住脚步，犹豫是否要走人，但咔嗒一声，门自己开了，一个浑身是血的人摇摇晃晃地从里面走了出来，是陈喜。他左手攥着一把水果刀，右手抓着一块血淋淋的东西，目光呆滞地往嘴里塞，牙齿机械地咀嚼，嘴里血红一片。而他身后浴室的血泊里躺着一具尸体，不过不是人，是狗，被开膛破肚，场面残忍，腥臭味扑鼻而来。那他手里拿着的，我不敢深想，胃里一阵翻涌。陈喜听到声音，猛地抬头，眼里没有一点神采，但看到我之后却咧开了嘴，露出了满嘴染血的牙。我有种不好的预感。果然，他下一秒就举起刀，直直朝我逼了过来。我仓皇躲避，但到底不熟悉别墅构造，慌乱之下被逼到了角落。染血的刀刃捅过来，我抬手格挡，但没想到陈喜力气大的恐怖，简直不像人，无处可逃。我绝望地闭上了眼，心跳一下比一下剧烈，但等了很久，刀尖刺在身上的剧痛都没出现。怎么回事？凶宅都敢去，胆儿就这么小啊？突兀的男声在耳边响起，吓了我一跳。不是陈喜的声音，那是谁？我睁眼才看到陈喜脸上贴了张黄色的符纸，高举着水果刀，定在原地一动不动。视线向左看，见到旁边的人之后，我却愣了一下。面前的人换了身休闲服，吊儿郎当地倚在墙边，语气欠揍，表情戏谑，但那张漂亮的娃娃脸却有点眼熟。这人哪来的？为什么要救我？我上下打量他，视线警惕。那人把手上沾血的纸巾扔进了背后的垃圾桶，这才看过来。你以为死了就解脱了？放弃吧，名气不会因为死亡消除，因果也一直都在。真死了之后，连胎都投不了，你就后悔了。这人表情严肃，口吻老成的解释名气因果，声音还尤其耳熟。听了半天，我才终于想起来在哪听过这些话。医院门口，这小卷毛就是那个江湖骗子。仔细辨认，发型、身高确实一模一样，应该是一个人没错。而与此同时，我也意识到了两件事：第一，他能定住陈喜，确实不是骗子；第二，他之前说过不会帮我。我有点犹豫，拿不准他的目的。你跟踪我，到底想干什么？还有陈喜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陈喜，你说这个胖子？他啧了一声，他就是自己作死。看见那幅画了吗？小卷毛指着浴室门口那个裱起来的大画框，画上是一个半人高的古典美人，颜色鲜亮，笔触细腻。那是棺材里拿出来的，跟院尸一起封了几百年，所以怨气成形。心术不正又身负邪气的人长期接触，很容易失魂，被怨气上身。但他这情况虽然恶心，却还比你的好处理。什么叫比我的好处理？我拧起眉心思考这几句话的深意，抬头就看到小卷毛伸手用牙咬破了食指的指腹，然后直接往陈喜的额头上按去，手指挪开，只留下一个血色的手指印，伴随着一声隐约的惨叫，陈喜脸上的符纸自动脱落。他脸上肌肉抖了抖，我担心他在发疯，悄悄抓住了身后的花瓶摆件，随时准备反击。谁知他刚能动，就干呕了起来，手里的刀砸在地砖上，当啷一声。等终于吐完，才发现屋里还有别人在，脸上的表情惊悚又意外，乱七八糟的团成了一堆。小庄，你来我家干什么？还有那边那个是什么人？你们怎么进来的？话还没说完，看到地上的血痕，又是一阵干呕，死死捂着嘴，退开老远。这是不记得了。旁边的小卷毛自觉解释，失魂状态，怨气入体的人会失去对身体的掌控，包括记忆。那也就是说，之前发生的事，陈喜全都不记得。我思索片刻，忽然冒出个想法，故作惊惧的开口：喜哥，你好像惹上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了。是实话，但也是试探。谁知陈喜表情瞬间惊恐，
不知道在想什么，但他很快就压下了那些情绪，反驳道：“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好好的一个人，遵纪守法的，怎么可能会接触那些？”我没出声，视线在他身上来回扫视。他迅速偏开了脑袋，压住干呕，不敢去看身上的血迹以及一片狼藉的地面。我这是喝多了，有点耍酒疯，但这跟那栋别墅没关系。还摆出了说教的态度。小庄，我早就告诉过你，那什么凶宅都是人编的，你别总疑神疑鬼，不然越多想就越害怕。合同是你自己……等一下，我出声打断。我什么时候说你惹上的东西跟那别墅有关？他一愣，磕磕巴巴，你是什么意思？我只是看着他，没出声。本来还抱有一丝希望，怕他也被蒙在鼓里，被人利用。但现在看来，他很清楚那栋别墅有问题，但依旧劝我签合同，显然是故意坑我。到这时候，他也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，表情慌了一瞬，但很快又狰狞起来。是，那栋别墅是有问题，但你想怎么办？名字是你自己亲手签的，没人逼你。你现在不想干也行，那就按照合同把违约金还清。但我提醒你一句，你那个病恹恹的爸可还在医院躺着呢。我没应声，有些意外。陈喜用违约金威胁我，显然以为我还有脱身的余地，根本不知道我已经被恶鬼缠上，无法挣脱。这是不是也能证明他只是个小喽啰，真正的幕后主使还没现身？我想得入神，身后却传来啧的一声，小卷毛环臂在楼梯上，鄙视地看着陈喜，拿人父母做威胁，你挺卑鄙的。陈喜脸色涨红，这事跟你没关系，识相的就别乱掺和，否则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小卷毛闻言，轻轻喝了一声。陈喜恼羞成怒，又碍于小卷毛的气势不敢动手，暴躁的出声感人：“够了，赶紧走，赶紧走，这是我家，你们再不走，我马上就报警。”为了不打草惊蛇，我半推半就被他赶出了门外。小卷毛也跟在后面，只是走到院子里之后，他忽然定住脚步，盯着2楼敞开的那扇窗，若有所思。这人怎么说也救了我，我想到个谢。那个，但话还没说完，就被他扯着胳膊拽到了一旁。下一秒，一盆血水从2楼泼了下来，就在我俩刚才站着的位置。楼上传出陈喜的高声叫骂：“赶紧给老子滚蛋！”小卷毛撇了撇嘴，轻轻念叨了几句什么，只是声音太小，我听不真切。过会又弯下腰，朝着空气点头。那张黄符像是有了生命，逆着重力往上飘，一路进了2楼窗户里。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，我才惊讶地发现，空气中一团小小的身形逐渐清晰凝实。我很快认了出来，是陈喜养的那只叫旺财的萨摩耶。刚买狗的时候，他整天在朋友圈里晒，到处炫耀。但热乎季一过，发的次数就少了。从照片里看，狗也比刚开始的时候瘦了一大圈。而刚刚那狗被开膛破肚扔在了2楼浴室，那是旺财。但旺财不是死了吗？难道是因为签了那什么名气，所以开了天眼，我可以看见鬼魂了？似乎知道我在想什么，小卷毛瞥我一眼：“你想多了，现在能看到魂魄，是因为被恶鬼缠身，阳气衰弱。要是等你能完全看清，也就离死不远了。”我后脊一寒，偏偏他语气自然得像是在讨论等会吃什么。我拧起眉心，但鬼魂怎么能见光呢？这人估计是故意吓我。那是因为我施了法，护住这只狗魂魄不散，直到抱怨结束。他一脸认真的解释，打碎了我仅存的侥幸心理。那你打算干什么？他看我一眼，从口袋里掏出墨镜，戴在了脸上。冤有头，债有主，把狗活活饿死的主人，总得付出点代价才行。我反复琢磨那句话，也是听他解释之后才意识到，原来旺财不是死于开膛破肚，而是早在那之前就已经被陈喜饿死了。小卷毛蹲在地上，在狗子没有实体的头顶摸了几下，表情温和。狗子拱拱他手心，依依不舍地扭头。喜欢狗吗？那应该不是坏人。到底救了我，道个谢总是应该的。那个谢，但我话还没说完，就见他摆了摆手，拿人钱财，替人消灾。你也不用谢我，
我救你一命，只是为了抵先前的因果，拿人钱财。我想了一会，才后知后觉想起来，在医院门口给过他100块钱。不过要是这样的话，继续给他钱，是不是就能活命？我只是想想，他却仿佛会读心术似的，摇头制止：“你别白费力气，我不会再收你的钱了。之前是我自己看走眼，不得不帮你收拾烂摊子，现在因果还清，我可不会再给自己惹麻烦。”说完，扭头就走。我只能眼睁睁地看他走出陈喜家的院子，可这是能救命的大腿，就这么撒开，实在不甘心。反复思索他刚才说的话，他几次提到因果，足以证明这很重要。那100块钱是因，他赶过来救下我是果，那是不是说明只要想办法让他欠我的，他就不得不答应我的请求？我眼前一亮，这方法虽然不道德，但却是目前唯一的希望了。赶紧追出门，看到他正朝左面的公交站走，我跟上去，脱下身上的外套，举起来给他挡着太阳。他往旁边闪躲：“你这是干什么？帮你挡太阳？我不需要，但我确实帮你挡了太阳。这会正中午，太阳最大，我不信它不热。”他顿了几秒，估计是意识到了我打算做什么，叹了口气，用手把我的胳膊压下来：“兄弟，我跟你说实话吧，不是我不想帮你，实在是没办法。”“为什么？”他挪开视线：“你最好不知道。可为什么是我？为什么我明明没害过任何人，却年纪轻轻要给别人偿命？”我想继续问下去，但他摆明了不打算说。这几天的烦闷像是一块涌了出来，直往太阳穴冲。我在心里暗骂一声，让出了他离开的路。另一只手去摸口袋里的烟盒，但半天没找着。有人从侧面递过来一根烟，那张护身符你贴身带着，或许能让你多活几天。语气怜悯，认定了我必死的下场。之后脚步声逐渐远离，我心情烦躁，真就没希望了，只能等死。但是凭什么呀？我一个好端端的大活人，还真就不信能被鬼吓死。咬牙站起来，尽量跟那股眩晕感对抗。之后在路边找了个小摊，点了2笼蒸包，1碗粥。从早上起就低迷未进，现在热乎的包子下肚，才终于驱散了那股难挨的饥饿。我掏出手机给医院打电话，问我爸的恢复状况，确认他一切都好，又给护工涨了工资，告诉他好好照顾，之后有奖金。最后才在路边扫了辆共享单车，直奔城西的和仁医院。和仁医院也就是那个小主播死前被送过去的精神病院。小主播平台 ID 小龙虾，真是性命不详。按照妃子说的，他在医院待了相当长一段时间，很多医生护士都跟他有过接触，或许会有线索。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这么一通折腾后，我反而没那么害怕了，甚至升起股鱼死网破的决心。精神病院的牌子老远就能看到，我把车停稳，站在门口观察。据我所知，精神病院因为其特殊性，管理异常严格，连亲属探病都得提前联系科室，确认病人状态，预约时间之后才能进去。可那小主播已经死了，我连他的真实姓名都不清楚，想进去打探情况，难上加难。加上怕引起不必要的误会，又不敢在医院门口徘徊。我犹豫了半天，索性在附近找了个躺椅，铺上外套躺了上去。无家可归的流浪汉，待在哪都没人怀疑。加上我头发没梳，短袖也被撕得破破烂烂，还算贴合角色。不知道是那张护身符的缘故，还是因为待在室外，身上那股如影随形的阴冷感没了。紧绷的精神一松，困意就克制不住地涌了上来。就在我差点睡着的时候，电话却响了，是个陌生号码，同城。犹豫片刻，我还是接了起来。喂，您好，请问是庄先生吗？外卖到了，能不能开门拿一下？外卖？我人在外面，哪来的外卖？送错了吧？不是我的。对面一愣，可留的确实是这个电话。您不叫庄宇吗？还真是我的名字，难道是别人帮我点的？程飞吗？可我现在不在家，也没法拿呀。想了想，问对面的人是什么外卖呀？奶茶。奶茶。我从躺椅上坐起来，紧紧拧着眉。
程飞很清楚我不喜欢甜的，哪怕是点外卖，也绝对不会选择这种东西。但不是他，又是谁？外卖员半天没听到我说话，出声催促：“喂，哥，您还在吗？我这还有别的单。”我回过神来，说：“算了，你就放门。”但话还没说完，忽然想到了一种可能。那个，能不能麻烦你帮我看一下，那小票上有没有备注？行，您稍等。我攥着手机，绕着花坛踱步。几秒后，那头有了回应，还真有备注。哥，这上面写的是想活命，就千万别靠近和仁医院。你再说一遍，别靠近哪？外卖小哥不明所以，但还是听话的重复了一遍。不甚标准的普通话打消了我最后一丝侥幸。半天没等到回应，电话那头的人再次催促：“大哥，我要不把奶茶给您放门口，等您回来了再自己拿进去，行不行？”“不行。”我出声阻止。“你后面还有几单？4、5单吧，还能换人吗？或者全部超时了要赔多少钱？”“大哥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电话那头的人恼了，语速下意识加快。我没法跟他解释，只能说：“我给你1000块钱，剩下那几单就别送了，在我家门口等着就行。”“可是为什么呀？”“这你就别管了，把微信号告诉我。”虽然疑惑，但在钱的诱惑下，对面还是报上了微信号。我挂了电话之后，迅速加上微信，确认身份没错后，转了500过去，并说等我到了之后给另一半。对面点了收款，终于不再纠结我这么做的目的，问：“哥，那你大概什么时候能到？”我看着导航算时间，7公里路，开车只要10几分钟，骑车却不好说，索性回了句：“这你就别管了，等我就行。”那我其他单能让同事帮我送了不？也不是怕赔钱，主要人家点了东西一直送不到，着急上火。我打字回复：“只要你人不走，这一单不点送达，别的都可以。”对面发了个抱拳的表情包。我按灭手机屏幕，拎上路边的自行车，直奔回家的方向。配送电话打到我这，说明对方下单时填的就是我的号码。他很清楚我的联系方式和住址，但与此同时，我对他是谁，为什么要这样做却一无所知。这单外卖是我可能联系上他的唯一途径。那个人知道和仁医院，还清楚我的行踪。直觉告诉我他的身份不简单，甚至很有可能就是幕后的始作俑者。只要找到他，或许就能弄清楚这一切到底怎么回事。这么想着，我加快了骑车的速度，但还没骑出多远，就被迫停了下来。红绿灯，晚高峰，不管是车、自行车还是行人，路口都堵得水泄不通。交警站在中间疏通车流，而我望着红灯上的数字，焦灼1分1秒的累积。这样不行，时间拖太久的话，对方肯定会收到超时提醒，到时候就麻烦了。我咬了咬牙，索性绕远路，从人少的路线骑回去。果然，避开中心区之后，路上的人就少了很多。我松了口气，加快骑车速度，但骑了一会，却又觉得不对劲。这个时间点，就算路上的人再怎么少，也不至于真的一个人也没有吧？我下意识放缓车速。宽阔的公路向两端延伸，看不到尽头，路面平整干净，却一辆车都没有，空得吓人。而在我第3次停下来等红灯，并看到花坛边缘那个一模一样的破口之后，终于意识到了一件事：我在原地转圈，不是又撞鬼了吧？可我明明带着那个护身符，怎么还会这样？压住心底的恐惧和急躁，把车子停稳，掏手机。7点40，时间没问题，但信号那一格却是空的。微信界面也一样，消息发出去就开始转圈，最后变成红色感叹号，显示发送失败。没信号，四下无风，我却总感觉周围阴冷，忍不住的打寒战。尽管害怕，却不得不逼迫自己保持冷静。鬼打墙虽然吓人，但还没听说会危及生命，只要想办法走出去就好了。这么想着，我开始拼命回忆以往看过的相关传说，身后却冷不丁响起一道苍老的声音：“小伙子，你要去哪呀？”我吓得一激灵，转身寻找声源，这才发现原本空荡荡的马路上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个老太太。她背着手，
穿一套灰扑扑的布衣，佝偻着身子，笑眯眯地仰头看我。这种情况下遇到的老太太，猜也知道她恐怕不是人。我警惕地盯着她，往后退了几步，但没出声。她却步步紧逼：“小伙子，我腿脚不好，你能不能扶我过马路啊？路上一辆车都没有。”那老太太嘴都没张，声音却格外清晰地钻进了我的耳朵里，头皮发麻。我也顾不上别的，扔下自行车，转身就跑。因为跑得太快，甚至有点呼吸困难，好在转头时看到那道佝偻的人影还站在原地一动不动，这才松了口气，放慢速度，撑着路边的信号灯站稳。但还没等我把气喘匀，那个噩梦似的身影却又出现了，依旧是佝偻着身子，动作缓慢地凑过来，说：“小伙子，能不能扶我过马路啊？”那张看似慈祥的笑脸，因为过分僵化，看起来格外诡异。拒绝的话到了嘴边，但还没等我说出来，眼前的笑脸却开始变化，先是嘴角越拉越大，一路扯到耳根，眼眶也跟着渗出鲜血，五官扭曲的渐渐没了人形，流出的血色转黑，两颗眼珠子也掉了出来，啪的一声砸在地上，留下两滩黑漆漆的脓血。我起了满身的鸡皮疙瘩，想叫却什么声音都发不出，强行压下想吐的欲望，脑子里只剩下一个想法：跑，但跑不动。低头才发现，一只干枯的宛如鸡爪一般的手紧紧勾住了我的上衣。我拼命挣扎，但那只手却一动不动。手的主人顶着空洞的眼眶以及裂得摇摇欲坠的下颌，死死盯着我：“小伙子，帮帮我，跟我过去吧。”过马路，又是过马路。我咬牙转身，想掰开那只手，但却看到马路对面的场景一花，从原本的沿途围挡变成了灰蒙蒙一片，浓雾缝隙露出块石雕的墓碑，上面写着两个大字：鬼界。我心里一沉，这他妈哪是要过马路，分明是想要我的命。想清楚这一点，我只能用最快的速度脱了上衣，甩开之后就使出了吃奶的劲儿往远处逃。那女鬼见状当然不甘心，尖叫一声跟在我身后。她四肢佝偻，但移动速度却极快，我拼了老命也甩不开，只能仗着转弯还算灵活，带着她在马路中央围着绿化带绕圈，却没想到这样一来竟然把她惹恼了。咯咯落，难听的笑声宛若催命符，周围阴风裹着灰尘腾的而起，迷了我的视线。原本平坦的马路上也忽然现出几道极深的裂缝，缝隙下面是一片漆黑，深不见底。我心里清楚，一旦掉进去肯定没有好下场，但要躲避追杀，同时还需闪避裂缝，难度极大。我这缺乏锻炼的身体没多久就透支了，一个趔趄砸在地上，因为冲击力太大，摔得我脑袋发懵，被蹭破的手心也隐隐作痛。我头晕目眩地趴在地上，满脑子都是妈的，这回真完了。几乎是瞬间，那老太太就追了上来，一把抓起了我的胳膊，但却半天都没动手。我抬头去看，才发现她已经恢复了人样，两只空洞的眼窝死死盯着我手上被蹭破又开始流血的地方，眼神贪婪又狂热，看得我头皮发麻。八砖路望仔细详，吉凶祸福暗中藏，这样好的命格，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什么意思？这话我一句都没听懂，但下一秒，他忽然拽住我受伤流血的手掌，往自己身上按去。电光石火间，我脑子里忽然闪过那个道士说的话：手印、签名，哪怕只是一句承诺，都能用来结成名气。不行，不能让他得逞。我蜷起手心，拼命把手掌往自己这边扭转。滚蛋，放开老子！他却不恼，咧嘴露出满嘴黄牙，声音苍老又阴沉：小娃娃脾气还挺大，不过老婆子能得这副贵命，全是拜你所赐，就不跟你计较了。之后便想强行掰开我的手掌，我吼得嗓子嘶哑，手腕也生疼，但依旧无济于事。忽然就理解了那个生生掐死了自己的小主播死之前到底有多么绝望。但就在手印按上去的那一瞬间，老太太脸上得意的神情却骤然消散，干枯的五官紧紧缩成一团，身体也开始扭曲，逐渐变形，
好像有一只看不见的大手在用力撕扯、扩散、碎裂、灰飞烟灭。而它在彻底消散前，依旧难以置信地瞪着我，尖锐的喊叫：“怎么会这样？薛家姑娘怎么会护着你？这不可能！”刺耳的尖叫震得我耳膜隐隐作痛。而在一个恍神，我已经跌坐在了马路上，好端端地穿着上衣。非机动车道的正中央停了一辆三轮车，扶着腰的老大爷看着我，满脸批判：“你们这些年轻人，平常手机不离手就算了，大马路上还敢看手机，真不要命了啊！”再看周围，路上车辆川流不息，人声熙攘，时不时有路人经过，用好奇的神色打量我跟那位大爷。我这是回来了，但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？那女鬼动手之前，我毫无反抗的余地，她也笃定自己胜券在握。可手掌按上来的一瞬间，魂飞魄散的竟然会是她，这不合理。而且她口中的薛家姑娘又是谁？是人是鬼？为什么会护着我？我琢磨不透，越发茫然。大爷半天没等到回应，不满地啧了一声，估计觉得我孺子不可教，转身骑上三轮车走了。临走前都不忘感慨：现在这年轻人呢，大白天的跟梦游似的。等回过神，大爷已经骑出老远了，连道歉都没来得及。但为了避免堵塞交通，我只能先从地上爬起来，挪到路边不碍事的地方。精神恍惚，还撞到了一对母女，连声道歉：“抱歉，抱歉，实在对不起。”“没事，你又不是故意的。”年轻妈妈笑容温和，谈吐大方。我松了口气，可等到低头的时候，才发现对方手里提着个塑料袋，里面装着满满一兜的纸钱和纸扎元宝，心里一紧。但这也不怪我，主要是这几天接连撞鬼，神经尤其敏感。注意到我的视线，那位妈妈出声解释，家里人忌日，来这边烧点东西。我随着她手指方向看过去，发现就在不远处有一片墓地。怎么可能？这边接近郊区，有墓地也正常，但我分明记得清楚，刚刚骑过来的时候，那一片都是居民楼。等等，居民楼、墓地，对鬼来说，墓地可不就是居民楼？那是不是说明我刚骑上这条路的时候，就已经入了幻境，手上的伤口还在？也说明环境里的奔跑和摔倒是真实发生的。也就是说，我虽然看不到，但刚刚的路上依旧有车辆来回。如果我撞了上去，那是不是真的会死？我后脊一凉，不敢继续想下去。那个是不是吓着您了？或许是看我脸色实在难看，那位妈妈出声询问。没事没事，我扯出一个苦笑，掩饰自己的失态，之后逃跑似的绕开这一对母女。过了这么久，也不知道那外卖小哥还在不在。我掏出手机，这才发现他给我发了好几条消息。其中一条是张截图，来自配送软件的聊天界面，顶着我姓氏的顾客说：“别想了，你找不到我的，不要靠近和仁医院，都是为了你好。还有，不要相信你身边的人，他要害你。”然后是来自配送员的消息：“哥，这人说话奇奇怪怪了。”我没敢回，就在5分钟前刚刚发过来。我敲字：“不用回，等我过去。”这边离我住的地方不远。900多米，跑起来很快就到了。